订婚当天，男朋友一家让我和父母在湿冷寒风中等了1个小时。怀孕的小姑子嗑着瓜子，耀武扬威，朝我吐口水。女博士又怎样？年入100万又如何？你学历再高，钱挣得再多，不能生还不是废物一个。准婆婆更是拿了张手写的清单扔到我脚边，满脸嫌弃。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还敢跟我们要1万那么多彩礼，疯了吧？把200万打我卡上，婚前全款买的别墅也过户给我儿子，我就考虑让你嫁到我家。我看了眼远处同样变了嘴脸、得意洋洋的男朋友，觉得搞笑。到底是谁不能生？我果断带父母离开，拿出手机拨通电话。副总，那件300万的藏品大衣让李照正常赔吧，还有之前的博士配偶安置工作也取消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能生孩子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继续坚持这个说法。那天婚前体检医生告诉我的。话音刚落，我发现李照的脸色变得奇怪，他眼珠转了转，笑得有点假。没事，没事，我们都7年感情了，这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可能要先和我妈说一下。这事儿说来也不大，但作为儿子也不能瞒着他。小姑子李雨怀孕了，根本穿不下我的尺码，但总要拿走我的衣服。这次是衣柜里那几件冬季最新款香奈儿大衣。他听到后反应有点大。什么？你不能生？怎么会这样？天哪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他说话的语气竟然还有些幸灾乐祸。我预感不太好的皱了皱眉，只见2兄妹互相使了个眼色，凑到一起嘀咕一阵。李照就转过来和我说，明天的订婚宴先取消吧，那家酒店实在太贵了，我就没订。刚好现在知道你不能生，我们和家里再商量一下，明天就要订婚，酒店没包间，你现在才和我说。听到这里，我隐隐有些生气。小姑子听完嗤笑一声，那么贵的酒店谁吃得起啊？想吃你自己订，别让我哥出钱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往前走了2步，李照立刻挡在他面前。柳珍，我妹妹怀孕了，脾气是带了带点，你应该多体谅体谅。难道还想动手吗？怎么会？我深吸口气，冷静一下，走上前和他道歉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说话冲动了。他不屑地看我一眼，把大衣一件件砸到我身上，挽住李照转身离开。衣服拿好，别给我弄脏了。还有，我饿了，现在要去酒店吃饭，然后你再送我和我哥回家。我看着他的大肚子忍了忍，可没想到一向体贴的李照竟也没来帮忙。我小声叫他，他没听到，只顾着和小姑子说着什么。我结账时，他擦擦油腻的嘴说，你都这么胖了，还吃这么多，害我没吃饱。我看看他膀大腰圆的样子，忍不住翻白眼，也不知道这5000多是谁吃的。李照听到，直接冲我发火，你1个月挣上100万，给我妹妹花点钱怎么了？她是孕妇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我被李照的反应惊得说不出话来，他之前根本不是这样。一路上李照也没坐副驾驶，还是和李雨凑在一起商量什么，时不时还笑出声来。送完2人回去，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。李照家在郊区农村，路上车子溅了一身泥。接到李照电话时，我刚把车子送去洗车行。喂，电话那边语气不善，我看了眼手机，确定是李照打来的。怎么了？2天后上午10点，叫上你爸妈来我家。去你家做什么？订婚啊，记得10点准时来。还没等我回复李照就挂了。回到家，爸妈已经给我煮好红枣姜茶，
桌子上热气腾腾，全是我爱吃的菜。爸妈，我回来啦！椅子上有软乎乎的毛绒垫子，是我的专属座椅。我搓搓手，拿起筷子夹了块排骨，就开始大快朵颐。哎呀，也不知道洗手。爸爸端了碗牛奶燕窝放在我手边，妈妈也擦擦手，从厨房出来。今天怎么样啊？跟李照说了吗？说了。他什么反应？我咂咂嘴，转移话题。妈，今你这排骨有点淡啊。嘿，你这别东扯西扯，快说。我妈急了，不怎么样，就是明天的订婚宴推到2天后了。什么？她说推就推，也不和我这个丈母娘商量一下。我爸也气得拍了下桌子，就是还有没有典礼数了？不会是他听你说不能怀孕就有想法了吧？我放下筷子，把碗往旁边一推，没说话，看样子就是了。你说你非说什么要给男人留面子，他不能生，就把事儿揽到自己身上，结果呢，是人是鬼，一下子就暴露了。我妈说着说着，眼圈都红了，心疼得直掉眼泪。房也是咱家买，车也是你自己本来就有，让他们家买个3斤都，扣扣搜搜推来推去，最后2万彩礼到现在都没给。我的宝贝，你图什么啊？我爸本来就不怎么同意这门亲事，是因为我的一再坚持才妥协。他一边拍着我妈后背安抚，一边说：女儿啊，你读博的时候就把研究成果拿去给他发表，现在他也是因为你才能去世界500强的富士集团工作，什么都靠你，还不能生。看着爸妈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，我有些愧疚。其实我骗了他们，那篇学术论文是李照偷走的。事后他哭天抢地求我原谅，说研究生毕不了业就完了。而我看在他当时对我的体贴入微，心软原谅了他。爸妈，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，毕竟7年了，过2天订婚，我就把真相告诉他，不让你们担心。我妈继续哭，可还是拿着手机挨个通知亲戚，明天的订婚宴改到2天后了。订婚那天一早，我把李照那张写着死经证、终身不孕不育的检查报告放进包里，因为前2天下雨，到那处偏僻的平房时，姑舅们的豪车已经沾满了泥，他们硬着头皮把5位数的鞋踩进泥坑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到了李照家，竟是大门紧闭。我顿感不对，立马给李照打电话。人呢？不是说订婚吗？李照打着哈欠，居然是刚睡醒。哦，昨晚上打牌太晚睡过了，等着吧。不是你说10点吗？到底去哪个酒店？哗啦，墙角窗户被一把拉开，李宇满脸怒意地看着我，喊什么喊？你自己生不了就想把我下流产吗？晦气！听到这话，姑舅们都面露惊讶，这怎么回事？没办法，我只能让他们回车里等着。电话还没挂，我压着情绪和李照说：我有事要告诉你，快点。电话挂了，可我怎么觉得李照又睡了过去？我回头看看我妈，她已经气得在揉胸口了。冬天的风冰冷刺骨，我站在原地等，爸妈也非要陪着。1个小时后，我彻底没了耐心，正准备离开时，那扇掉漆的木门开了，李宇嗑着瓜子，耀武扬威朝我吐口水。女博士又怎样？年入100万又如何？你学历再高，钱挣得再多，不能生还不是废物一个。原本慈眉善目的准婆婆刘翠华更是拿了张手写清单扔到我脚边，满脸嫌弃。一个不能下蛋的母鸡还敢跟我们要1万那么多的彩礼，疯了吧？把200万打我卡上，全款买的房改成李照的名字，我就考虑让你这个没人要的女人嫁过来。什么？我捡起地上的清单，除了钱、燕窝、阿胶这些补品，
竟然还写满了奢侈品牌的衣服包包。一个孕妇要这些来做什么？婚房是我们家买的，你们1分钱没出，凭什么给你们？彩礼1万，你以为我们家稀罕吗？我妈气得快要喘不过气，嘴皮都憋得发白。我紧张地扶住她，可那娘俩竟还视若无睹地继续提条件。房子是你们出钱买的，又怎么样？想和李兆结婚，就必须把房子改成他的名字，否则我们就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女儿怀不了孕，是个赔钱货。我妈彻底被气晕，捂着心脏直直倒地。妈，我扶住她，回头却看到李兆没事人一样蹲在房檐下刷牙，一改之前来我家的讨好样子。他发觉我的眼神，漱了口，将那杯凉水泼到我面前，悠哉悠哉回到平房。呵，在这装死呢，想讹我们家钱，毛都没有。刘翠华也挽着李宇回了房，那扇木门再次紧紧关闭。先去医院吧，我赶紧带我妈上了车，赶往医院。医院病床边，我妈脸色苍白，眼里噙着眼泪看着我。我的乖女儿，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你看清他们的嘴脸了吗？我心上泛起一阵刺痛，不是因为李兆翻天覆地的态度，而是我竟让这样的人渣伤害到最爱我的家人。7年感情不过是他处心积虑的利益寻求，而我前2天还在为他所谓的面子考虑，将不能生的人说成自己，真是笑话。我摸摸母亲的头发，抱歉地说：“妈，我知道了。”我立马拿出手机打电话：“副总，前2天那件被毁的价值300万的古董收藏大衣，您让李兆赔吧。”那头传来清冷的声音，情绪有些波动。为什么？他不是你的未婚夫吗？现在不是了。第2天上班，我刚到公司就被副总叫到办公室。柳珍真的和李兆分手了。我咬咬嘴皮，点头，不回头了，坚决不回头。这时，趴在门外听八卦的同事齐齐摔到地上。平常总是不苟言笑的副总这会儿倒是没生气，分得好。年纪最小的眼镜妹义愤填膺，那个李兆就知道偷懒，把活都给我。原以为他来公司来得早是个老前辈，结果什么都不会，就是还老是占小便宜，仗着珍姐威望高就狐假虎威。我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，这又不是您的问题。另一个同事更加激动，继续说：“而且您还为了和他结婚，放弃和副总出国深造的机会，这些我们想都不敢想。”就是眼镜妹眼珠一转，忽然想到什么：“副总，听说李兆是用博士配偶名额才进来的，那现在……”我也回头看着副总，只见他一手插兜，朝我抬抬下巴：“你来决定就好。”我看着那个在我旁边上班许久都还空着的工位，果断说道，立马开了他。上班时间差不多过半，李兆才打着哈欠进来。他看我一眼，不屑地笑笑，却没发现周围看好戏的眼神。房子过户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有空的时候会通知你。李兆双脚搭在桌子上，点开手机麻将。我转头问他：“您哪位？”他像看神经病一样看我一眼，说：“你这是害怕嫁不出去，怕疯了？放心，只要你把钱和房子给我，我可以娶你。娶我？你连工作都没有，还想娶我？我看你真的是不知天高地厚。你再这样说，你信不信我们老李家不要你了？看来你还没收到通知你被解雇的短信。”我点开邮箱，将一个链接点开，那是一段监控视频。说什么呢你？我看你是……很快，麻将背景音乐中响起短信声。李兆点开，瞪大了眼睛：“这不可能，怎么不可能？”一旁的同事忍不住说话：“今天早上副总亲口说的。”
我们都听见了。就是就是。李照这会儿终于舍得收起手机，掰着我的肩膀狂吼：贱人，是不是你？是我怎么了？你竟敢！我凭什么不敢？我声色俱厉打断他，随手抄起一份文件扔到他脸上，还想娶我？没了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李照贼兮兮看了眼周围，不知道打的什么算盘，和我说话的语气软了些。你是不是害怕我妈和我妹还是不同意？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承诺你，只要你听话，把房子和钱都给我，我一定娶你。毕竟7年感情了，感情？和我谈感情？呵，看我仍是面色不愉，李照装不下去了，一脸不耐烦。行了行了，我现在就让他们过来答应你。没多久，一个胖乎乎的孕妇和蓬头垢面的妇人出现办公室门口，保安上前拦他们，被劈头盖脸一顿骂：我儿子是李照，你们公司的老总，臭保安，敢拦我，不想干了吧你？李照也过去帮腔：这是我妈和我妹，赶紧让他们进去，没看到有孕妇吗？保安刚想反驳，看到我过去，便退到一边。看到我，刘翠华饿狼似的扑上来：死女人，就是你，还敢说我儿子被开了？我看你是不想嫁进我们家了。我躲闪不及，那双指甲填满污垢的黑色双手差点抓到我的脸，还好有人在后面将我拉走。副总将我搂到怀里，安抚性地拍了拍：谁说她嫁不出去？你个不知廉耻的女人，还敢往别的男人怀里靠？信不信我不让你进门？刘翠华说完叉着腰，口水又朝副总喷去。你又是谁？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把你和那个臭保安一起开了？哦，是吗？你让他开一个试试。见来人是副总，李照赶紧捂住刘翠华的嘴：妈，这是我老板，你别瞎说。闻言，刘翠华浑浊的眼睛缩了缩，立马满脸堆笑：老板不好意思啊，以前没见过您。对对对，您别生气，我妈是乡下人，她不懂。李宇扭着屁股站到副总面前，自以为妩媚的眨着眼，周围同事不约而同做呕吐状。我记得我已经开除李照了，他怎么还在公司？副总眼神一斜，一副要发火的样子。保安见了，立马上前推攘：走走走，我们公司不让随便进人，开除李照，你眼瞎了吧你？你们公司是不是想倒闭？离了我儿子，你们还能谈成生意？李照见副总来真的，转脸就把火撒到我身上：贱人，就是你怂恿的。我从副总怀里站起来，满脸淡定：就算没有副总，我也照样能开了你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和你分手？李照还在自以为是地威胁我，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。我现在就让大家知道，我买了个母鸡不下蛋，就是生不了，还想要我们家1万彩礼。李宇挺着肚子，炫耀似的走到我面前：而且我们家还是本地户口，多少人想嫁给我哥，你知道吗？马上出示鸟不拉屎的农村吗？哈哈哈哈！来看热闹的人士知道李照家庭情况，在一旁嘲讽：天尼，还以为是皇亲国戚呢。周围人一阵哄笑，李照脸上红一阵白一阵：你们懂个屁，还高学历，读书读傻了吧？李宇尖着嗓子骂人：那请问你是什么学历呢？一同事问：初中。李宇没有一点害臊，反而又把肚子挺了挺：可是我能生孩子，我老公每个月都给我800块生活费，和你们这群连男人都找不到，只能自己出来上班的大龄剩女可不一样。你眼镜妹刚要说话，被我拦下：是啊，女人能生孩子可太重要了。那如果男人不能生呢？男人不能生，李宇眉毛都立了起来：那不就跟太监一样，不能用的东西干脆剁掉算了。你这个想法好，
我拿出一张报告单，拍照，各位同事的手机同一时间收到消息，发出一阵爆笑。天尼，原来李照真是皇帝身边的人，是个不能生的太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说什么呢？李照顿感不妙，也拿出手机看同事群，那张写着他名字，检查结果为死精症，终身不孕不育的报告单照片已经被各位同事点开，还有人在讨论他会不会还早泄、阳痿，所以每天都要上班迟到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。你竟敢造我的谣，拿张 P 图骗人，明明是你不能生，我骗人，你拿去好好看看吧。那张检验报告被我扔过去，刘翠华率先从地上捡起来，和李照抢着看。怎么可能？我儿子怎么可能不能生？刘翠华声音很大，还有些凄厉，像讨债的女鬼。其他部门的同事也都赶过来看热闹。我拿起办公桌上的裁纸刀，丢给李宇，动手吧，他那地方也就是大树挂辣椒，一刀就够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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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同事们又发出一声爆笑，笑得前仰后合。我看你就是故意的，就是为了我们家那1万块钱彩礼才搞了这一出。1万块，我月入100万，需要你这1万？我的声音也不自觉高了些。我原以为李照这7年对我真心实意，所以检查结果一出来，我就不顾父母反对，把不能生包揽在自己身上。你们倒好，立马翻脸不认人，什么都想要。李照，我现在才明白，你当年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我的学术论文。那篇你发表的期刊其实是偷我的。李照眼神闪躲，后退2步。怎么可能？那是你舔着脸非要送我的。呵，我一下子被气笑了。好，事已至此，我已无话可说。可这工作你是绝对要不了。凭什么？刘翠华惊声尖叫。那你们要赔钱！赔钱！副总站出来，秘书很快把合同递到他手上。李照每天无故旷工长达4小时，上班从未按时打卡，下班却比谁都走得早，还把我司商业机密恶意透露给对手，对我司造成不可估量的财产损失。根据李照之前签的劳务合同来看，他还要赔我200万。这什么破工作？我们不干了！李宇和刘翠华见势不好，就要拉着李照离开。慢着，我示意保安把人拦下。李照的账算完了，还有你的。李宇瞪大了眼睛，满脸不敢置信。对呀，我轻轻一笑，拿起遥控，打开刚从电脑上传过去的视频。监控里，李照带着李宇从公司茶水间走出来，李宇手上拿着酱香饼、臭豆腐、炸串等各种东西。他们路过走廊，看到立在工作室里的一件奢华大衣。李宇擦了擦嘴上的油，说要去看。李照就无所谓的将门打开，他不知道那是一件赫本穿过的圣罗兰大衣，是由某行业大佬送来修补的收藏品，下个星期就要送去巴黎展览，本就价值300万，再加上公司的修补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，价格还要再加10万。只见监控里，李宇一边嚼着臭豆腐，一边上手摸，最后竟是将大衣取下来，硬往身上套。结果显而易见，一个孕妇怎么可能穿得下外国女明星的衣服？他不死心地拉了2下，突然，监控里传来刺耳的刺啦声。那件设计出挑的大衣从腋下裂开一道口子，几乎要到腰际。李宇嫌恶地看了看，脱下来，随手扔在地上。他拿起小吃，桌上留下红彤彤的炸串油渍，很快顺着桌沿滴下，落到大衣上。而李宇和李照兄妹2人就当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扬长而去。监控视频到这里就结束。
我关掉电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一件破衣服都要我赔吗？李宇可能还没适应我和李照已经分手的情况，习惯性对我大呼小叫，弄坏别人东西当然要赔。你妈没教过你吗？还是说只教会了你生孩子这一件事？哥，你看他。李照听到了却没什么反应，呆呆看着手里的报告单。李宇见我不依不饶，笨拙地将手伸到裤子边缘，从里面的小袋子拿出皱了吧唧的现钞，满脸肉疼地抽了一张拍在桌上。这里是100块，买你的大衣总行了吧？赶快给我拿出来，我们要走了。刘翠华更是试图要冲上来打人。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麻烦您搞清楚，我现在和你们没1分钱关系。说到钱，我赶紧从包里拿出那除了盒子几乎没什么重量的3斤，扔到地上，还给你们。叮铃铃，本就细得跟丝一样的手镯砸在瓷砖上，竟直接断开了，露出里面冰冷的银白颜色。我去！眼镜妹把镯子捡起来，不可思议地说：“这么细环金包银，谁让你动了？”刘翠华把地上同样只是细圈的耳环和戒指捡起来，扑上去抢断掉的手镯。这东西也要大几百呢，买得起吗你？他吹吹上面的灰，宝贝似的装进口袋里。我看着他的动作，攥紧拳头，已经气到无话可说。这拉扯许久才送来的3斤，竟然也不是真的。李照啊李照，我真是低估了你们家骗人的实力！赶紧的，快把大衣拿出来！李照见事情败露，脸上也无光，这会儿只想快点走。只见副总直接让保安关上门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小心我报警啊！李照拿出手机，做事要拨通电话。李宇和刘翠华也靠过去，恶狠狠盯着我们。报警？好啊，还省得我废话了。啪！那份劳务合同被扔到桌上，秘书又递上另一份文件，这是这件大衣的鉴定报告，总价320万，100块，连一根线头都买不到。本来看在珍珍的面子上，我承担了这损失，可现在既然珍珍和你们没关系了，我也就不当这冤大头了。说吧，现金还是转账？扑通！李照一个腿软，竟是直接跪了下去。他拿着那份鉴定报告，嘴里直呼不可能。一件衣服怎么可能值这么多钱？你们这是诈骗，白纸黑色，你抵赖不了，拿不出钱来是吧？秘书，报警！副总一个挥手，保安全围了上来。刘翠华想耍赖，拿起那份鉴定报告，做事要撕掉。撕吧，这鉴定报告还花了我5000块呢，撕了正好你们一并给我报销。闻言，刘翠华也脸如白纸，瘫坐在地上。冉，不生气了好不好？我和你道歉。李照手脚并用爬过来，抓着我的脚踝。我发誓，我重新给你买3斤，5斤再加2万块，娶你进门行吗？房子可以先不加我的名字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这衣服就不赔了吧？我冷笑2声，一脚把他踢开。你都不能生，我嫁给你干嘛？守活寡吗？而且你妹妹还说，你这样的不如把那儿剁了，那可真就是断子绝孙了。另外，刚才我想了想，你拿走我的论文也不是没有办法补救，我这就告发你，让学校知道你学术造假，撤销你的学历证书。苍天啊，你这是要我们家破人亡啊！刘翠华听完直接嚎了起来。李照更是失去理智，一把拉住李宇的手，疯了一样要他跪下来。李宇，都怪你，都是你非要挑拨我和你嫂子，让他拿钱，才搞成这样。那衣服也是你弄坏的，你赶紧跪下给你嫂子道歉，别这样叫我恶心。我后退几步，
生怕李照再抓我的脚踝。副总把我护在怀里，别怕。我看他一眼，心里涌上一股暖流。然而李照根本听不进去，还在持续发疯，嘴里大喊着：“你给我跪下，跪下！”李宇尖叫一声，被拉得跪倒在地，膝盖磕得脆响。立时，他身下流出一滩血水。谢！刘翠华急得跳了起来，哭天喊地：“我的大孙子，我的大孙子啊！妈，救我，救我！”场面一度混乱，救护车和警察前后脚到。李宇和刘翠华上了救护车，临走时还不忘带走那100块钱。而李照因涉嫌商业欺诈和故意损坏他人私人财产被警察带走。鸡飞狗跳的办公室终于安静下来，大家都心疼地看着我。珍珍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勉强笑了笑，嘴皮有点发抖。我没事，没事，别担心。冰冷手掌忽然被一团温暖包裹。副总皱着眉，牵着我去到总经理办公室。他关上门，急切地看着我：“别怕，我会派保镖保护你。绝对不让他们找你麻烦。”我把手正了正，没正开，只得避开他的视线。副总，公司的损失我来承担，我会把钱赔上的。他眸色立马暗了几分，眼角发红。你居然还要帮着他？不是的。我急切地抬头，嘴唇差点擦过他的下巴。我只是不想亏欠公司太多。你已经为我做了那么多让步，还让这个蛀虫在公司待了这么多年，我想为您做点什么。眼泪已经在眼眶打转，我咬紧嘴皮，不让泪水掉下来。可下一秒，下巴被人擒住，一片温热附到唇上。我震惊地张大眼，这次眼泪真的夺眶而出。我不要你的钱。副总手指为我拭去泪水，在我脸上亲了亲。如果你非要赔，就把你的人赔给我吧。从招聘的时候我就对你一见钟情，可你身边总有个李照跟着，我很痛苦，无时无刻都在希望你们分手。现在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给我个机会好吗？出国深造这个机会一直都是你的，只有你可以。我愣在原地，原来副总对我的宽容是因为爱。回想起过去种种，副总的确是那个永远都站在我身后的坚强后盾。人不能困在过去，总要向前看才行。于是我点了点头，那说好，这钱我一定还你。副总听完，激动地抱着我转圈。好，我给你涨工资，1个月300万，然后我们就结婚。天翁集团的500亿以后都属于你。门外又响起倒地声，同事们什么都不顾了，冲进来大喊：“恭喜恭喜！”副总也很高兴，直接对秘书说：“这个月所有人奖金翻倍。”耶！1个月后，我刚在傅家别墅里收拾完行李，傅温就来接我。今天李照宣判，你要去看看吗？我抬头望着他，去，他还欠我500万呢。哼！你是不是还放不下他？日理万机，满脸严肃的副总竟吃起了醋。我亲亲他的嘴角，安抚道：“我就是想看看他得到了什么报应。”到了法庭，法官已经开始宣判，被告人李照窃取商业机密，非法获利，故意损坏他人财物，判有期徒刑30年。被告席上，李照佝偻着背，直接晕厥过去，被法警架走。庭审席上更是传来凄厉的哭声：“我的儿啊！”刘翠华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李宇抱着孩子也在嗷嗷大哭。身边听审的人交头接耳：“是和他们同一个村里，听说了吗？他们的房子要被卖了。”“真的，真的啊！”李宇的老公一看她生了个女儿，就说要离婚，还把之前骗李宇签的协议拿出来，说那间平房是他的，这2天就要卖。刘翠华刚知道，马上就要无家可归了，
哎呦，还有，现在全村人都知道李照不能生，不知道他们谁捡到了李照的报告单，贴到了村委会的公告栏里，全村人都在看。还有人说，会不会这个病能遗传？刘翠华其实是偷人生的李照。李老头听了，天天喝酒，回去就打人。你看，儿子宣判都没来。那个听八卦的人瘪了瘪嘴，满眼嘲弄，活该，谁让他们想欺负人呢？那柳珍多好的儿媳，压榨人家不嫌够。听到这里，傅温忽然挽着我的手，又要闹脾气。现在你是我的，我笑了笑，对对对，我是你的。尘埃落定，我们走出法院，身后依然传来刘翠华的哭声，还有李宇的声音：妈妈，你别打我了，别打了，你生个女儿，没出息，没出息，还害得你哥坐牢，我打死你，打死你！我摇摇头，傅温就把我耳朵捂上，别听，孩子你想生就生，不想生就不生，不论男女，我都喜欢。女人不是生育机器，我只要你快乐，你就是你。我眼眶一红，缩进他怀里，谢谢你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到了机场，坐上去欧洲的飞机，在万米高空上，在傅温身旁，我看到了最美的风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